茶香遇果粒，牛奶更美味。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，玩在一起奥利奥，轻松破案没烦恼。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。就是一个人掉下去了呀。小八妹，我是八妹，他们就是一起的人。我被抓走，你们一定要来救我。我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点？难道我们也死？失眠便利店咨询室藏着他们的秘密。我们成功救出八妹，但她匆匆忙忙就走了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去做。她只留给我们一个信息：在咨询室的大柜子后面，有一扇密码门，而密码就藏在柜子里。哦，这个有用，应该用吗？对，拉不开。它有几个是不能开的。对。哎。这个柜子后面有一个门，是吧？这样，我们想要搞清楚所有的秘密，就必须进入那扇门。而打开密码门的第一步，得先打开柜子。哎，等一下，拉开之后，我们发现这里有东西啊！密码小箱子，哇，这么多呢！这有6个，你推一下。打不开的这些柜子，他给这留了个孔，应该是从这儿拿。谁的手也拿不出来。不是，这东西太大了，这根本拿不出来。对，不可能。不是，这个柜子是哪个柜子？就是打不开的这个，就打不开的这几个柜子。那这个怎么打开啊？哎，但它留这个孔肯定有意义啊。哦，留孔可能是那边柜子抽开之后推出来。哦，对。这么大盒子，这么眼儿小眼儿一。不是，它是怎么开的？你甭试了，咱能不能用脑子的方法？对不起啊。这可以开吗？你不觉得这盒子很像我们那天在聚养生房间拿到的那个，有点像这个是榫卯结构的那个鲁班锁。鲁班锁那感觉。要不就这样，我们把所有的抽屉都拔出来之后，看它能不能开。一定要按顺序。咱先把能拿出来全先抽出来。哎，这个好长。哦，有的短，有的长是吧？对，可以进去拿。我要钻进去了。我别钻进去出不来了，一会儿。不是，这后面有一层木板。能动吗？哎，动不了啊。你能不能稍微聪明一点？你这样不太像，你出来。啊，这也没人会解这个锁呀。不能蹬，不能蹬。肯定不能用蛮力。对。不是，这后面有一层木板。哎，这个能抽出来，好像。哪个？这不是这。哥，你是把它卸了。对，不能。哥，你是把这个东西拆了。抽出来吗？是要抽的。你们是不是有病？拔抽屉，看能不能拔下来。哦嗨，哦，是我们错了。误会你了，老白。对不起，哥哥，对不起。真是无语。嘿，这儿居然有个奶。现在能拆哪个先拆哪个。没了，有能拔的都拔到头了。是还得再继续拆是吧？
这能弄。对，这边还能再抽一个吗？该说不说。该说不说。哎，老白真管用啊，老白。老白真不错呀。真不错呀。真是无语。往里面推，要不然手肯定不够长。对，有一个。哇，终于6个。哦耶！密码小箱子。哎呀，好了。嘿，你体力活干完，你可以休息一会儿，开始歇会儿了。你是立功吗6个密码。每个盒子密码好像不一样。他说他潜入进去之后得到好多秘密，而且跟我们都有关。 6个密码是不是我们6个的名字呀？哦，对啊。我看这都有谁呀 ？F， 咱们有 F 吗？没有，我这应该是客户库吧？锅，我看见没有？锅没有刘啊 ，L 没有啊，我这也没找着。没有 L， 咱们字一样，都一样，不对。哦，我们每个的字母都一样的是吧？这应该就不是我们的名字，不是名字缩写，但是能不能拼成一个字呢3个字的能有啥？ K。 这儿居然有个奶，啊，有个奶。奶拿出来。真果粒呢？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里面这么多。真茶真果又见你，茶果相遇又见你，真茶真果又见你，记得又见你的约定。茶果相遇又见你，又见你计划一定要成功。又见你呢？哦，又见你我感觉像哎。啊，又见你，厉害啦，开了。嗯，哦，哎呀。 又见你计划协议书，有编号。我是3号，我是2号，我6号，我是5号1号来1号先来啊！又见你计划协议书，又见你计划由来玩偶发起，该计划涉及公寓神秘传说的真相，因此所有成员必须保密。 严格遵守以下规则：一，该计划可行性及成功率极低，除组织内成员外，绝不能对外人透露，否则必然会引起不可预计的后果。第二，计划成功后必须严密监控目标的一举一动，必要情况下控制目标的行动自由，以免重蹈覆辙。三，如果目标出现记忆混乱或未知的后遗症，第一时间要通知其他成员，以免影响后续计划。 第四，成员定期于办公室集合共享信息，相互监督。若违反任何一条，将被踢出该计划，后续信息永不共享。五，成员可以用下一页记录自己最重要的内容，方便自己查看，谨防泄密。前面这个都咱们都一样的，都一样，协议书是一样的。哎。 计划成功后，必须严密监控目标的一举一动，必要情况下控制目标的行动自由，以免重蹈覆辙。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？对他们这个计划肯定是为了阻止以前发生过的某件事儿嘛。跳楼事件。 我们已经看到他2次跳楼了。又来！然后呢，他还活着。你是谁？我是八妹，你是八妹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在重复嘛。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6个人也出现了记忆混乱，他有可能出现记忆混乱，或者是别的后遗症。就是其实我们的问题。我们看到的人掉下去是什么呢？就是只有我们能看到，或者我们见证过他跳楼，所以这个记忆总会浮现在脑海里。哦，难怪第一天除了我们，连滕中介都没看到过那个跳楼的人。有个人跳到楼下了，坠楼事件。坠楼，
不，我们不住了，你凶宅。不，我怎么没看见？有这个可能啊。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？对他们这个计划肯定是为了阻止以前发生过的某件事儿。他肯定应该是一个救人计划，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。对，应该是一个好的计划。对。这个来玩偶有点东西。这是你前男友？你前男友吗？你有一个神仙前男友多厉害呀！真的，我还跟你们玩什么呀？就是你赶紧上天吧你！突然开始瞧不起我们是这个意思？瞧不起我们突然间？我跟他在一起，你们就可以回家睡觉了。哦，对哦。我这里除了这张纸，我还有张照片。你还有照片呢？照片是白三碗和一个神秘女子。这不就是那个谁吗？真真吗？真真吗？6月1号，6月1号，6月1号，2022年6月1号。你又见着了？不是他见着的就是佳佳。你和那个佳佳在一起了吗？渣男！你怎么还没有结束啊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呀你！对，真真死了，跟他妹在一块了是吧？自己看看你干了些什么，解释一下吧。我为啥要交代？这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为啥要跟你们交代？你为什么？现在还分你们我们现在都是一个 team， 是不是？我觉得你有问题。我觉得你有问题。我是有问题。你快点说。行，我告诉你们吧，真真没有死。真真、佳佳都没有死。啊，那我们看到尸体谁啊？真真，你的尸体确实是他，但是他确实没有死。尸体呢？那个毛线白，假死了，假死。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要把宋编剧给抓住啊。因为真真确实不想让佳佳和宋编剧在一起，然后佳佳也发现了宋编剧的这个人，所以他们两个就策划了这么一场假死。他不是拍到那个宋编剧的作案过程作为证据，然后交给公安机关。哦，所以他们其实是为了这样去抓坏人。对，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和真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那佳佳怎么办？可是佳佳不是喜欢你吗？这些事情你们就不要管，啊，与此案无关。哦，你又来了，你现在厉害了，你现在。但是问题是，凶手两头骗，他用妹妹的手机号，然后给我们几个发信息，让我们去找他。再用妹妹的字体去骗姐姐，让姐姐来赴约。姐姐13点40再去1号房。宋编剧，他开始操作他进行180度大转弯，然后他在这儿上了这车，这车转，就转一圈回来了。他在这块他又下来了，然后宋编剧。5月6号那天是宋编剧做的杀人计划，为什么佳佳和真真会提前知道呢？他那个姐姐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说那个密码在柜子里，密码在柜子里头，密码在柜子里头。但是当时柜子打开，里边只有那一个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这个闪电用。我闻一下，不好意思各位。又来了。是不是把它喷到那个上？成员可以用下一页记录自己最重要的内容，方便自己查看，谨防泄密。那我估计就喷了吧。我先喷一下试试啊。没有东西啊？有吗？显现吗？
没有。再喷一下试试啊！我这是1。哎，这儿出现了，很明显。抢在小小汪自杀之前联系他合作，用他们的秘密威胁小小汪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用复古街骗人的所有计划的？然后这个老李说你别管了，反正我都知道了。6月25号那一天，我在这儿堵着了小汪，他告诉我说，他可以帮我洗清罪名，还原当年88年仓库谋杀的案件。应该是李大爷的，这是不是？啊。这个呢？哦，浅思考一下，在认亲仪式当天，我一定要抢在儿子之前动手。锅巴，你爸爸居养生，账号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，我爸0914，这就我爸，那是我爸。在他的手机里头有一个提醒事项，是一个备忘录，上面写的是侦查真果又见你，希望一切都好。哦，那这么说就是我爸当时其实也动了手。你爸动手了？咱们当时不是觉得我爸没有什么动机，这个会不会是他的动机？在我之前动手。当时不是买的那甜甜圈吗？没发生，所以是你爸爸也是在这个又见你计划里。啊，有。如果被抓，密码从14201开始。黄小美，对，房小美，我被人在这里关了7天了，这些都是我试的所有密码。我们当时还问他了，说为什么要从11420，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哦6在谁呢？尽快找到他，照顾好他。那不是那个谁吗？来吗？对啊，来玩偶啊。那就是你男朋友。那控的是哪个案子？客户库。副经理那没有啊。副经理没有，对。又见你计划由来玩偶发起，没有东西啊。尽快找到他，照顾好他。有没有可能找到他，保护好他是那客户库的事儿啊？尽快找到他，照顾好他。这空白可能是你啊，你是老板直接负责的嘛。6号的那个事儿可能是人客户库的事儿。唯一能保护我弟的，要么就是我姐，要么就是我哥。哭哥飞，侦查真果又见你，记得又见你的约定。几个手？6个。6个。对，是飞老板。飞老板是第6号，对吧？所以空白的是来。那我们是不是得挪步到这里了？是不是？又见你吗？是吗？来。没有，就最多能拿到这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位数的密码。这密码和什么有关呢？真果粒又见你，试试吧。Z 哥李 L。Z 哥李 L。Z 哥李 L。你要么读拼音，要么读英文。Z 哥 L。Z 哥了。也不是。你看第4条啊，成员定期于办公室集合，共享信息，相互监督。就说明他们每个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办公室的密码。对。那就是和他们每个人有关。把他们这几个人的名字打一下吧。不是，那都不够位数，那就是姓的首字母。从这个顺序打呗，从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。第一个是李大爷，李，第二个是谁？在谁的手机上看到的？就是跳楼那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就选择这种方式？佳呀，佳，3号是我，李佳，我房来飞。好。
我开了，搞来 ，OK， 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去揭开真相。哇，失恋、孤独、畏罪、顶罪、愧疚、焦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肯定是能动的。哎，这翻过来。哎，这都是我们。就算避开负心的渣男，远离负能量的朋友，仍得不到满意的爱情。焦虑，最爱焦虑的，给他扣进去。对吧？30岁要结婚吧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啊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罪。哦。来，把它贴到相应的位置上。来，白小马，你是什么？失恋吗？为什么他失恋？他不失恋。为什么我失恋？他一直被我失恋，我失了佳佳的恋。你怎么这么恶狠狠地承认这一点？可是啥呀？我觉得我啥也没做呀。孤独，他是孤独。我觉得我是孤独，应该。你想，他朋友是这个，他能不孤独吗？你想不是？什么？我们表怎么了呢？不是，没有。什么叫做我的朋友是这个？无意冒犯。不是，你想，你小的时候别人老欺负你，小时候他就被人欺负，说这小孩没人要。哦。顶罪肯定是你嘛，对吧？他不是顶罪，他是犯罪。那我得告诉你们了，其实我就是科五苦，进去那个是科五苦。哦，是啊，调，很有可能啊。你看酷他为什么要杀人？其实他是为他前面犯过的罪，所以他要去犯到下一个罪。你帮你畏罪，那酷是可以是畏罪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呢？我也不愧疚，我也不顶罪，这孤独、焦虑。随便先弄一个吧，顶罪我肯定不是我，你试试顶罪呗。我顶罪啊。没动啊，不对啊，没反应是吧？又见你计划由来玩偶发起，愿我放下情绪，用所有诚意对你说一句对不起。30岁，我在幸福的我错，是我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的一束光，照亮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。哎呀，是不是跟那个来玩偶做的我们的玩偶放的歌有关系？我的那个是说一句对不起，所以我是愧疚。哦。然后你的是黑夜的一束光，是孤独。孤独。苦的娃娃叫的是错，都是对，都是我的错。顶罪。畏罪。来了，好了，又是那个音乐，娃娃那个死亡音乐。来了。我这家伙，哇，所有人吗？他把所有的人的人物关系、动机全部都理清楚。太难以置信了，在黑板上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人物关系图。哦耶！所有人，所有关系，所有真相，所有结果。距离他死亡过去了。哦。每个人都跳楼自杀过。什么东西啊？真相竟然如此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每个人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这一切是真的吗？最近的是宋漂亮，她过了92天，然后苦顶罪。我是因为畏罪，才跳楼自杀。我是愧疚，914。截止到今天，距离他死亡已经过去了945天加105天，都是已经死掉了。所以说我们穿越回来了吗？我们死了吗？那我们又是什么呢？这里又是个什么地方？11号公寓真实存在的吗？你看，这有一个5折的折扣券。我们经历过的这一切是真实的吗？跳楼者是谁？这个从入住第一天就困扰我们的问题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都是死于跳楼自杀。有很多新的疑问在那一刻扑面而来。他们说跳楼的那个人其实是我们自己。没想到曾经对我那么重要的你，会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。最重要的你永远离开了。我经历了最亲爱的人跳楼的悲剧。你在想最重要的那个人跳楼的时候也没有看到。2个月之后你就自杀了。反正就是又见你计划里的这6个人是为了帮助我们，阻止以前发生过的某件事，让我们不要自杀的嘛。只有这可能啊。那我们死的顺序有什么可深究的吗？我最早死的呀，时间最久吗？第2个是留下来，对。第3个是我，第4个是我你，我也奔2年去了。第5个是苦，小1年。你这愧疚是因为什么愧疚？如果说李大爷不干预你的话，我想想，哎，老刘呢？你为啥孤独啊？房小美做了些什么预防你孤独？他没有做什么预防我孤独。哎，那边有那个密码锁，但每个都有2版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个6个应该对应的就是我们6个人。对。然后按照这个墙上的顺序来排的话，第1个应该是刘。他4位数。这密码会不会是我们死的日期啊？哎，有可能。它2把吗？几年几月几号就是8位啊？算一下呗。 我们今天是2022年7月15日，拿笔吧，这东西。你看都加了105，咱先往前推105天，现在15号，那等于说10号就是100天对吧？然后倒退10天还有90天，6月6月是30天，5月31天，4月2号呗，4月1或4月2，看你算不算当天嘛？ 今天是第105天嘛，对不对？不算今天，所以是4月1号往前算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就是2022年的4月1号开始算起，算自己的那个前面那个数字，对吧？还有我们这种加几年的，我们要记得闰年、平年。对啊！今年不是闰，除以4嘛，除得进就是闰，除不进就不是闰。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先算自己的？先算自己呗。1、3、5、7、8、10啦，31天永不差。我那2月是28。2月减28天。好难算，这个头好疼。为什么给我搞了一道这么难的？我算不明白。我也算不了。 1月是31天吧？不知道。 1月是31天吗，小郭？1月是31天吗，小郭？是，大爷，你没过过日子吧？1月。我这好，我自己都算不利索了，还一会儿这那我一会儿真再说。99，快算99。你们有借鉴啊？就是你们仨是一个人算就行。对，所以我跟酷比较难。 哎呀，突然发现有一个舅舅还是挺好。 4月1号往前倒31天就是3月1号，3月1号再往前倒28天就是2月1号，2月1号再往前倒31天就是1月1号
1月1号再往前倒2天，12月31，12月30。你去试试。开了。开了。但我2021开不了啊，上面开不了，年份不对啊。等一下，我再试一下。不是啊，朋友们，我开了，我是从2021到2024一个个试的，年份要在你们死亡的年份上加3年。为什么？算下来，我如果按现在日期的话，我是2021死的，但是我开是2024开的。2024开？对。哦，对，2019，然后再加3年，2022年。哦，我是9月30号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在你的天数上再减去31天吗？减去31天，那不就8月30吗？我开了已经。4月30号。聪明，真聪明。朋友们，我们成功了，真棒！多亏你们这些数学天才啊！要不要把每个人的日期再说一遍？我是2022 8月30号，我是2022 8月20号，我是2024 1230，我是2022年9月30号，我是2023年的6月20号，我是2024年的4月30号。扯开吗？是吗？这抻。哦，小心小心小心手小心手。哦，酷。哇哦。来，开了。哇。哦。这里有一叠漫画，另一叠是照片，上面有字。拿出来一起看吧。那我们就先都挂起来，然后咱们再挨个看，好不好？应该挂这边来。够得着吗？哎，我的舌头为什么那么短？来，你这个不是活的吗？你蹬它不完了吗？你们这些人一点都不友好。照片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啊。7月2、7月5，我这边日期要大一点。漫画里的结局，我们都是跳楼自杀。那漫画的内容会不会是我们死去的经历？看我呀，先看老刘的，看老刘的，看我怎么使的。这，应该从这个开始，这是第一个。这第一个是吧？你们看日期嘛，上面夹子有日期。5月6号。我在纠结与曹月光见面的事情。我是房小美，我在纠结与曹月光见面的事情。刚回到家就被打晕，醒来后我就被关在杂物间。期间我一直尝试密码，但不幸被发现，杂物间的密码锁就换成了钥匙锁。2022年9月4日，我终于从杂物间逃了出来。在我被关的时间里，有个女人住在我家。听说1天前，她被追债的人抓走了。逃出杂物间后，我听说2022年5月13日，我家隔壁废弃配电间死了一个名叫送货的送货员。
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谋杀。这次调查报告送货被电死了。这几号？这是2022 5月13号。啊，513。送货死了。同时，我听说在5天前，也就是2022年8月30日，有人跳楼自杀了。别人告诉我，那是曹月光。哦，这是我死的那天是吧？8月30号死的吗？遗书嘛。他的身边还有一封遗书。你是黑夜的一束光，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，但光熄灭了。如果我早一点与他相见，可能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吧。这时我才发现，这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亲哥哥一直在找他。这个应该是你本来的人生。 2025年4月1日，那是改变命运的一天。从这一天起，一切重新开始。2025年的4月1号。看照片。行，就是今天重新开始。照片，这是这些朋友。啊。我再次回到了2022年4月1日。 我决定改变自己，尽快去见曹月光，并且在这一天告诉他亲哥哥他在曹家。4月1号那天，有人给我发微信说我弟被曹家人收养了。2022年5月3日，我整容回来，想要联系曹月光，但却怎么都联系不上。我找人调查曹月光的下落，说在2022年2月15日。 曹月光被人害死了，我一度很疑惑，他为什么是被人杀死的，而不是跳楼死的？为什么他的死亡时间提前了，甚至在重置时间之前呢？为什么改变这么多？4月1号是个重置时间。4月1号重置时间。2022年5月4日，我发现害死曹月光的人就是送货，我在等待机会动手报仇。 2022年5月6日，我又被打晕，关在了这个杂物间。这次我知道关我的人每天饭点都会来这里，可不能让他发现我偷偷试密码了。我要从14201开始试了。这些都是我试的所有密码。2022年5月13日，我成功逃脱。我就太着急了，想赶紧整完容去找你。 这次房墙美式密码没有被发现，改变了他之前被钥匙所困住的命运。他提前逃了出来，与留下来重逢。曹月光，终于再次遇见你，我就知道你没有死。我和你哥哥郝宝杰会一直陪着你。你知道，我们都爱你。 我们不会再让你跳楼自杀了。再让你跳楼自杀了，我应该改变了这场悲剧吧。哦。他们改变了咱们的动线，然后咱们就不会做出这些事儿来。现在我们先活下没去死，对那种没。那会不会是刚说到的时间重置，让他从2025年4月1号回到了3年前，来改变2022年4月1号之后的东西？哦，所以刚刚的密码是需要加上3年，时间是从2025年的4月1号推算的。对。 该我了，23年了，5月20号。我是锅巴。时间重置之前，2023年5月20日，又有你因为看到具成功佩戴的玉佩，来具家与具成功相认。在认亲仪式前，调查到管家曾陷害爸爸坐牢，决定杀了管家，为爸爸报仇。2023年6月20日，以爷爷的身份和你生活了1个月，我还没来得及与你相认。
你却因为杀害管家之事很快被查出来，为了不连累爸爸，你竟然选择了跳楼自杀。原本的人生，对，然后畏罪，我是畏罪嘛。在他的手机短信里头有一个给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发的申请书，我经历了最亲爱的人跳楼的悲痛。我想加入你们，阻止更多的不幸。原本的人生。对，然后到4月1号，从今天起重新开始。2025年4月1日，那是改变命运的一天。从这一天起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我再一次回到了2022年4月1日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你。我不知道时间重置之后我做的事情会引起怎样的蝴蝶效应，所以我只能让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尽量维持原状，包括不小心弄丢了我的玉佩。2022年6月，你竟然突然间爆火，并提前看到了具成功的玉佩。6月17日，你提前来认亲了。当着所有的面来见证今天这个神圣的时刻，这是你爷爷。我决定在你之前动手，杀了管家，这样你就不会背负杀人罪名，畏罪自杀了。今天吃的甜甜圈是有人找粉丝在粉丝群里要的。看一下推荐那个 ID， 账号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，我爸，那是我爸。对，他其实是想用甜甜圈来杀人，可你最终还是动了手。还好真凶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我应该改变了这场悲剧。2022年6月17号，白三碗入住了。为啥不念5号的5月的呢？啊，没看见，不好意思。我哥好像哪里有点不对，只会拆东西。2022年5月6号，我是佳佳。时间重置之前，2022年5月6日，姐姐真真被杀，凶手逃脱了，一直都没有找到。那一天，我看到白三碗也出现在案发现场，我在姐姐死后见到了她。告诉了他一切真相，可惜太晚了。2022年6月17日，白三碗搬到了11号公寓，他可能在怀念姐姐吧。2022年8月20日，白三碗留下了一份遗书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，就跳楼自杀了。他从2019年起就深爱着姐姐，是我一时的任性让本该可能相爱的他们错过了，到最后姐姐被杀也没有化解当年告白的误会。姐姐死后，白三碗终日郁郁寡欢，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。哦，你是因为殉情。没想到曾经对我那么重要的你，会以跳楼的方式结束生命，对不起。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自私，你们就不会有这么悲惨的结局。这都是我当时一时任性导致的，我一定会阻止这场悲剧再次发生。从今天开始，重新开始。2025年4月1日，那是改变命运的一天。我再次回到了2022年4月1日，一切都还没有发生，一切都来得及重新开始。又到了2022年5月6日，我告诉姐姐她会遇到危险，给她准备了假死药、项链、摄像头、血浆。我告诉姐姐全盘计划，让她穿着防护秋衣，佩戴吊坠式摄像头抓出凶手。可惜当时摄像头被凶手发现拿走，但好在姐姐没死，跟白三碗也化解了误会。我应该改变了这场悲剧。就是佳佳嘛，佳佳。5月6日那天，我看见了他，希望他会幸福。
到我了。2022年7月2号，小小汪用自己的自杀曝光了出洋相的骗局，才让我找到了34年前陷害我的老王。我是李大爷。时间重置之前，2022年7月2日，小小汪自杀了。次日，2022年7月3日，出洋相造假新闻被爆出后，在巷里搜到蔡大姐的尸体，她因为被关在出洋相出不去，活活饿死在了里边。太难了，饿死的。2022年8月20号，没想到我的外孙也住在了11号公寓，我却等到他为情自杀后才知道这件事。老白呗。2022年9月30日，我的儿子周可可得知蔡大姐死讯后伤心不已。是周可可介绍蔡大姐去了出洋相，就相当于他亲手将蔡大姐推入深渊。愧疚。老李头好惨啊！如果我能早点洗清罪名，是不是就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？啊！我害死了蔡大姐啊！对，我是为了让她开心才给她那个传单的。2025年4月1日，那是改变命运的一天。从今天起，重新开始。我再次回到了2022年4月1日。我要在小小汪自杀前找到他，说服他跟我合作。我要阻止蔡大姐和周可可的死亡。至于3万，佳佳的行动一定可以改变3万的命运。2022年5月6日，我发现白3万和周可可在这一天入住了公寓。来，他也抱过我呀。哦，抱我。还是只抱我。我要尽快洗脱自己的冤屈，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他们身边。之后，我守株待兔，在负1楼商业街等到了小小汪。就是我！说服已经想要自杀的他跟我合作。2022年7月2日，原本小小汪跟我制定了计划，他杀了老汪，然后再自杀，重现1988年的案件，帮我洗脱冤屈，并揭穿出洋相骗局。没想到周增增看到了我们对当年手法的还原，他为给家人报仇，杀死了小小汪和老王。悲剧居然用另外一种方式上演，我对不起他。2022年7月5号，我的外孙有了自己的爱人可可，我的儿子，未来我和蔡大姐会陪在你身边，让你不再孤单。希望你不要再跳楼，这个世界依然有人爱着你。我应该改变了这2场悲剧。来，咱找那边看看那个原时间线。钟总经理在4月30日被猫玩偶砸死了。是飞老板，时间重置之前，2022年6月23日这一晚深夜，副经理居然在加班的时候因为工作劳累猝死。2024年4月30日，我接到了柯无苦跳楼自杀的消息，苦还留了一封遗书。错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万没想到竟会以这样的方式找到苦。他为什么要跳楼自杀，还说宗父2人是他杀的呢？宗和父的死明明是意外。跳下去那刻，你在想什么？如果我早一点找到他，这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呢？我答应过铺哥要保护好他的2个弟弟。从今天起，重新开始。2025年4月1日，那是改变命运的一天。从今天起，一切重新开始。我再一次回到了2022年4月1日。我按照记忆中在苦自杀后才得到的线索，去寻找苦的踪迹。2022年4月30日，宗总经理还是意外被巨型装置砸死了。他真的死有遗孤，所以我也没有站出来提醒宗总经理。2022年6月23日晚上，
我为了不让夫妇精灵在加班的时候因为工作劳累猝死，特地邀请他来倾诉大会放松，而他竟然在倾诉大会上又死了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推理团竟然查清了真相。他是好人，你们可不一定是好人呢。这个老傅，他不是意外死的，竟然是库杀的宗父二人，我深深的自责。如果我早一点发现真相，我就可以阻止库去杀第一个人了。哎，库这个傻孩子，杀人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2022年6月25日，2个多月过去，我终于再次找到漂泊不定的柯无苦了。你这些年吃了很多苦，也犯了一些错，现在终于来到我的身边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大家好呀，这谁呀？名武柯无苦。我终于明白上一条时间线苦为什么要跳楼自杀了。在时间重置前，他一定是为了替库顶罪。我最终还是没能完全改变这场悲剧。原本其实是我应该替我弟扛这一遭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库杀的人，然后呢苦，我假装我是那个库，对，还让库活着，然后哥哥替他跳楼，这事儿就断了，没人查了，就让自己的弟弟活着了。我打小就爱替我弟顶罪，你可太厉害了，你可真不错，是个惯犯呢。哦，你先看那纸，本来你的原来的下场是啥？原来的下场是宋漂亮和张文偶5个月前在网上。我是来玩偶。时间重置之前，2022年5月7日，宋漂亮与张玩偶今天开始同居。2022年6月1号，宋漂亮和赵不道张歌手在手工店相遇，成为好朋友。2024年10月30日，3个月前，宋漂亮被张玩偶伤害，分手了。今天与我相恋。2024年12月30日，宋漂亮要跳楼自杀。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我面前跳下去，我悔不当初，是我无意间说的不想结婚，伤害了他。如果能重来，我一定会与他早点相爱。从今天起重新开始，有了他，我终于有机会弥补我的遗憾了。我找到了另外5个跳楼自杀者的亲人，为了能又见你，我们把计划的代号取名为又见你。又见你时间别忘了。茶果相遇又见你，真茶真果又见你，记得又见你的约定。几个手啊？6个。哎，那我就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会有之前的记忆。就比如说，我觉得我跟张玩偶在一起生活过，是因为我之前是这么过的。从今天起重新开始。我再次回到了2022年4月1号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宋漂亮幸福。除了跳楼自杀的人外，11号公寓还将发生不少的命案。我如果提醒这些死者注意，或许还能救下更多的人。之前死的那些人，现场出现的玩偶都是你送过去的吗？不要靠近废弃，不要天天人情宴会，不要去上班，不要去出洋相。对，是我送的。2022年5月7日，我成功了。让漂亮提前来到了我的身边。2022年7月8号，没想到助理竟然绑架我，最后还死在了舞台上。但是宋漂亮好像在新朋友们的开导下，终于放下了焦虑和执着。她应该能够勇敢地继续追求幸福。我这算不算改变了悲剧呢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这男的。当一张张照片挂满房间，白送一锅粥留一裤的故事
才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谁都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是2条时间线的交错。原来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当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人替我们默默扫除了前行的障碍，无声的守护，才换来我们平平无奇的每一天。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呢？哪里不对？就这个，所谓的原本应该发生的事情，对，怎么证明它是真的呢？那天来在他的办公室跟我们说他能够预知未来，其实我有预测未来的能力。其实并不一定是他真的有这个能力，而是因为他从以前回来，他是从未来回来，是莱文欧把这些人召集起来，想阻止那些死亡的发生。就是因为他们改变了，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发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作为我们活在现在这个当下的人来说，我们怎么能够确信这一点呢？但故事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真相就仅此而已吗？就是现在有一个时间点，2025年的4月1号，为什么从这一天要重置？不，这只是开始。命运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，推着我们走向既定的结局。11号公寓是个不祥的地方。啊，他明天要跳楼。八妹，就是咱们帮倒忙了。快！去酒楼。那有个灵位吗？那是。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什么？哦，这么阴森的吗？妈呀 ！Oh my god！ 消失的人。又是一个死人啊！这还有一个。这咋这么多人啊？你们干什么？把人给我留下！你看见八妹了吗？八妹我不认识。谁引导我们来到了这里？那就应该还有一个穿越的人。茶香益果粒，牛奶更美味。微信搜索真果粒，上小程序和推理玩家一起沉浸式推理，玩在一起。奥利奥，轻松破案没烦恼。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。3、2、1， 11号监狱，我们来啦！锁定腾讯视频，每周4、5、6晚6点更新一集，会员抢先1周看。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，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，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，每天刷，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。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，搜索开始推理吧，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。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感谢中国青年报社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，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。打开微信搜一搜，搜索开始推理吧，查看更多精彩。11号公寓入住日记，每周日晚18点，会员纯享更多公寓趣事，学犯罪心理学，拆穿谎言，发现真相。欢迎关注，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，每周6下午18点高能上线。欢迎打开新浪新闻、网易新闻 Zakr、界面新闻、网易有道词典，至于成果娱乐、影视聚焦、华语之声、引力资讯、一点资讯，了解节目更多内容。感谢腾讯卫视、中华万年历、WiFi 万能钥匙、Summer 校园、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